那你说，我们啊，这样啊，要不要告诉他们？我们这样是哪样？你说说。这样就是。糖糖，哎，冯阿姨，哎，人呢？学妹来了。周总。啊，周总知道我生病了，就过来看看。周总平时那么忙，还过来探病，真是麻烦你了啊。这有什么好麻烦的？我跟蒋总现在也是好朋友啊。蒋总住院，我当然过来看一看。而且之前我给你打了很多次电话，你都没接。我想着应该就是在医院照顾蒋总呢，没时间听电话，我索性就过来一趟。有什么急事儿，非要找到医院来说？事情倒是还挺着急的，不过蒋总刚手术完，我们要不别打扰他，出去找个地方坐坐，慢慢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是过来照顾病人的，现在也是晚饭时间了，我得照顾他吃晚饭。还是学妹想得周到。没关系，医院开饭早，那我就等学妹照顾完蒋总，我们再出去找个地方坐坐。我正好看看有什么能搭下手的。我切点水果吧。我帮你把鸡蛋羹热一下。没事，那个有人护工过来会跟我送饭，我让他来热吧。不用担心我，去让他拿水。周总，那我们就附近找个地方快点聊吧。好，附近。有事打电话。鸡蛋羹记得吃。走吧。蒋总好好休息。哎，再见。周总都找到医院来了，也是可以啊。怕学妹不出来吗？我实在分不清你到底是坦诚还是不坦诚。坦诚。今天请你出来，就是想坦诚地跟你聊聊我的想法，还有提议。我以为你已经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。明白。你看啊，我在九江投资，但是九江集团的核心业务还是九江地产。临江城的商圈已经启动了，它一旦启动，势必带动周围的产业发展。现在那片不毛之地摇身一变，就能成为新的城市商务区。开发贷是正常业务，对银行和开发商来说都是百利而无一害。开发商要资金，银行要业绩，不需要学长你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私下找我。但是纯开发贷限制太多了嘛，所以我们想分成几块，通过别的口子把政策优惠的贷款批下来，所以还是得请唐叔帮帮民营企业。我们想要批的贷款金额是临江城估值的70%，差不多在20到25亿之间。放款只要一到，该做的我们都会做，而且绝对能够保证唐叔的安全。条件到了当然能过，条件不到自然是要调整的。如果还是在谈这样子的事情的话，我觉得学长你不用再找我了。好，学妹，先别生气，我不说了。喝咖啡。以前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家总是来很多客人，一口一个周老师，一口一个唐工，手上都带着很贵重的礼品。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车厘子，我觉得比樱桃大好多，肯定很甜。我就很好奇，也很馋，我就尝了几个。之后我妈呢，就硬要给人家塞100块钱。等客人走了之后，她抡起鸡毛掸子就打我。她说今天是车厘子，明天是金子，
后天呢，可能就是房子。那是我妈第一次打我。从那之后呢，我们家过年就尽量不在荣城，索性去工地上面过。我知道学妹的家教严格，但是我想，阿姨还是希望你能够过得好。过得好这件事儿，别的都是假的，有钱才是真的。周总，人活着多少钱算够啊？至少要清白坦荡吧。清白坦荡，我能看出来你是真这么想，所以我说学妹，你幸运的让人羡慕。我说件事给学妹听吧，可能这件事儿你都没听过。还记得当初你是怎么进会商的吗？会商整个系统当时只招10个管培，而且都是总行直招，竞争压力可想而知。全国的名校生，光简历就投了3000多份，第一轮直接筛到剩60，第2轮筛到剩30。第3轮是面试，我面试排名第5，但他们只想收男生。管培岗可不是普通岗，一圈下来之后，基本上都会朝分行的顶楼或者总行走。他们需要的是顶尖的能力、体力，还有稳定性。你当时的状态，单身未婚，甚至未恋，他们觉得你稳定性很差。我当时听说这件事儿，就去找了我的叔叔，周行长，找了上面的领导，这才把你留下。不知道堂叔发现没有，你除了是会商最年轻的管培，还是唯一一个女管培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想招女生。学妹，这算不算是清白坦荡？他们只想收男生，他们需要的是顶尖的能力、体力，还有稳定性。他们觉得你稳定性很差。我当时听说这件事儿，就去找了我的叔叔。不知道堂叔发现没有，你除了是会商最年轻的管培，还是唯一一个女管培。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想招女生。学妹，这算不算是清白坦荡？
你怎么出来了呀？我正好要来找你。我等了半天，看你没回来，护士正好也让我出来走走，我就先过来等你。那你这伤口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伤口没事儿。不用难过，这些都是周末为了打击你编造出来的，领导不会那么有偏见。我没有想这样。没事，你听我说，会上不是他周自省的，更不是他周末的。与其说是他们之前的推荐起了作用，倒不如说领导在最终权衡之下，觉得你能够为会商创造的价值，远远大于男女之别。你仔细想想啊，当时又不只是会商一家给了你 offer， 有多少个大企业给你伸出了橄榄枝来着？4家还是5家？只有2家呀。是1家。你看，所以说是你选择了会商，而并非会商选择了你。你如果不行的话，那为什么上面一路提拔你？你要是不行的话，他们为什么会把张志兰这个小微普惠界放在系统的首页？会商选择你是最明智的决定。只要是一个智商正常的人，都会觉得你优秀，都会欣赏你。这你管他干什么呀？他无非就是被你说的恼羞成怒了，故意找了个事情来打压你的自信心。他那种内心黑的人，看什么东西都是黑的。不要听他的，知道吗？你就是全宇宙最强大、最傲娇的样哥。听他那些风言风语，你要是被他气到，算我讲实言数，好吗？你不是被他气到过吗？这你不知道。不然呢？因为每次到双休日，你都说周6、周日，你从来都不提周末，你也不让我提。还有一次你说没有周末。算我输了，好吧？没事。消消气。喂，唐阳已经收下卡和钥匙了，挺顺利的。哎呀，你幼不幼稚啊？你这样伤口没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医生说了，就这么溜溜达达的，对恢复有帮助。人家说的溜达是让你在病房里溜达吧，没让你出来吧？哎，说真的，我刚才还估算了一下，就我现在这种状况，如果跟他打架的话，赢的概率有多少？不行啊！我跟你说，蒋神，你不许这么伤害自己。你放心，我又不是傻瓜。是吗？也就在你面前傻呀。你想不想去小花园里坐一下？好啊，病房里的味儿实在是太难闻了，吸吸新鲜的空气也挺好。那个，蒋总能不能松一下？我拿下手机。好不容易才能正大光明的牵你的手，怎么可能轻易松开？打死谁我都不松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？就刚刚。什么时候？你在那儿。哎，大家做我女朋友好不好？
好的，我答应，太好了。没见过这么自说自话的，你真的脸皮太厚了。哦，头发乱了，我脸皮还厚啊。我要是脸皮再厚一点儿，说不好。什么？冯元吉都有一个异性的兄弟。哎呀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我不冷啊，就是嗓子有点哑。行，操心吧你就。真好。要是能这样白头到老，推着你的轮椅，慢慢陪着你，挺好的。我年轻的时候多积点德，到老的时候许一个双腿健在、健步如飞的愿望，过分吗？不过分，可以有。能和你就这样一直走下去，是我觉得最美好的事情。我们要不要坐一会儿？好啊。蒋诗妍，我们认识都快15年了，我一直觉得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对方的人，我们也是对方无可替代的朋友。我之前吧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影响到我们的感情，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，我们都不要变。但是我现在觉得，现在这个变化真的挺好的。之前我听别人说，友谊跟爱情的区别是什么？爱情里会有占有，会拿不起放不下，忐忑、权衡，会胆小犹疑，却又舍不得放手。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勇敢的人，但是面对你，我才知道，真正的爱不是盲目的勇敢，而是进退两难。因为我生怕造成一丁点的伤害。所以我才迟迟开不了口。但是后来吧，有一天突然听冯文然他们说你有一天会跟别人结婚生孩子，那一刻我就突然特别的害怕，我就害怕，我特别害怕有一天我们俩会因为别人而彻底永远的失去联系。我光是想象这一天，我都觉得难以接受。所以从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对你绝不仅仅只是友谊，我不想你只是老公。要我们一直走下去，没有任何人能将我们分开。其实我也不敢想象，
有一天，我们会在彼此的世界里渐行渐远。所以我真的想跟你一直走下去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是不是按到你阑尾了？啊？哦，不对，你没有阑尾了，对不起。你没事吧？你，哎呀，我就知道，我刚刚肯定碰到。不是，我阑尾不疼，我笑得疼。你没有阑尾，你怎么会疼？哎呀，海洋，你行不行？啊，你行不行？咱们俩能不能就是正经的表个白，然后深情凝望，然后就……然后回病房休息，因为你这个伤口，你在外面待久了真的不行。今天你算特殊情况吧，所以我欠你一个，行吗？我一个男的，我有什么特殊情况？不是，我真不行，你上次都欠我一次了。不可能，过年那次是因为我看到有人，我才把你推开的。那人哪儿呢？哪有人？真的有人，就是有一个黑影，嗖一下这么过去了，我就觉得很紧张，我才把你推开的。那你叫我一个。颜狗，蒋诗妍，啊，好，演员。什么呀？你想听什么吗？你知道？我说你应该先说。女朋友。那走吧。哎，哎呀，你还没说呢，你跟我说，快！你刚刚不都说过了吗？我还说什么？我要听，我要听。来，你说给我听。来吧。我觉得吧，他们俩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对，但是我就是突然觉得吧，认识再久，再了解对方，再熟悉，再有默契，原来也会产生分歧。哎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虽然我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，但是在一块儿才2、3天的时间，对吧？而且我觉得那些问题你大可以40、50岁之后再说。冯安然能跟我比吗？啊，我什么人啊？他那没心没肺的，真的脑子就松人那么大。但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很奇怪。你说他在聊起自己那些财阀领域的那些专业上的事的时候，脑子特别清晰，转得特别快。怎么一到生活上的事就感觉很拉胯？是。而你记不记得他跟亚楠当时2人快在一起那个时候，要不是亚楠急得捅破那层窗户纸，直接问他你是不是喜欢我，他就能一直停留在约你吃个饭、看个电影，有约了，那我下次再约。我要是亚楠，我也揍他。我们公司另外2合伙人不都这样吗？也就我正常一点，都不容易。那你说，我们啊，这样啊，要不要告诉他们？我们这样是哪样？你说说。这样就是。糖糖，哎，冯阿姨，哎，人呢？
啊，对，那个冯蔚然说他有事儿，他下次再过来蹭吃蹭喝。我准备了2碗汤。那这样吧，你喝1碗，我喝1碗。啊，行。这些日子我们都在医院陪着他，都瘦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没有，主要是在医院1日3餐您都给送饭，颜狗在旁边喝粥，我在这吃红烧肉，吃干煎鱼，我觉得他应该补一补。你要是愿意，你天天可以来我这蹭吃蹭喝，我高兴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妈都跟我说了，这2天我在家休息，她不去跳舞，天天做饭。你来吃啊，我天天来吃。那我要是有空，我肯定天天来吃。太好了，走，现在就去喝汤，走吧。哎，你干嘛？你等着喝粥。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做啊！走了，喝汤。